家就像一个家常菜，就是很简单，但是很好吃。家对我来说像个游乐场这样。我和我爸爸的相处像 Tom 和 Jerry 这样。上鱼子是我从外面收购回来的，它是海南岛王花鱼，几百年到几千年才会成长的。我是爸爸杜敬祥。这是一张充满喜庆的椅子，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Simple Chair。新人在结婚的时候，长辈坐在这边接受新人的敬茶。我是妈妈何秀珍。这个阿汪椅从我的阿公阿嬷那时代，甚至我爸爸那时代就有了。经过我们的复兴，它还是能与时并进。我是杜月莹，今年34岁，是排行老大。这是设计师 Frank Gehry Design 的 Lego Chair， 它不只是一个家具，它也是一个艺术品。虽然它是纸皮做的，但是非常非常稳固，而且又环保。我是老二杜君莹，今年28岁。我喜欢现代风，简单又美丽。我是老三杜燕莹，今年26岁，大家都叫我开心。我是小弟杜正峰，今年21岁，还在读书。小时候常常坐这种办公椅在福祥滑来滑去。嘿。杜家2代6口人共同经营一个家庭事业。周末的早上，一般人都在轻松休假时，爸爸杜敬祥早上8点20分照旧准时等候，催促杜家女将们上车上班去。每天8点20分，我们一定要坐那个 school bus， 然后从家里出发来到公司。杜家经营的福祥二手家具店，经历3代人，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。福祥售卖的是从酒店、商业机构、住家收购来，经过加工处理的二手家具和各类大小物品。父亲杜敬祥年少时从加隆古尼卡隆古尼，也就是买卖旧货做起，继承祖父和父亲的事业。杜敬祥父亲的事迹30年前也拍摄成纪录片，当年收购的主要是旧报纸、旧电器。以前我帮爸爸是早上，我叫他驾 pickup， 所以他驾车的时候，我是就喊我们用一种波的东西啦，波那是波的时候就我就喊嘎啷咕哩这样咯，很大声喊嘎啷咕哩咯。杜爸爸接管福祥后，也承包收购酒店旧家具，外加把二手货物转卖出国。因为这边都是2边都是。近几年，杜家3姐妹陆续到公司工作，杜爸爸的重担也减轻了些。老大月莹11年前加入福祥，她在大学毕业后决定放弃继续深造，一头栽进店里，也开始历经不少心理调试。每天都在看哇，这么乱，这么没有规模，这么没有一个水准在。阿爸睡觉了，等着顾客来买我们的东西，就是像每次这样等，不懂等到几时才来。80后的月莹清楚看到回收旧家具的潜能，
认为把业务和货品带到网上，能复兴这古老而又环保的事业。老大一来，打破传统，设立网站，开始线上直播。那时刚刚 Facebook 就兴起，我就把我们的东西一个一个拍照咯，用 Facebook 来宣传我们的产品，好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些产品，这些很美丽的产品。很多人觉得啊，二手货一定是很脏，我的阿嬷用过了还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方面着手，就把我们的东西推销出去，让我们的生意有另外一个生命也是。大姐月莹和小妹燕莹现在是最佳搭档，在网上扩大客户群。And here we have a telegram. This telegram actually came from a ship. 三妹燕莹在2017年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加入公司。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 administrative， 就是有时候会帮忙回复顾客的一些询问，会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回复顾客。杜爸爸是根据孩子的性格、能力，逐渐让女儿接手工作。二妹君莹曾在外头担任创意设计，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，即使粗犷点的力气活儿，她也能胜任。我应该不是撒娇型的，因为我爸爸前3个孩子都是女的嘛，但是他的工作是这种this line of work 他把我们这样当男孩子一样。哇，扛啊！你东西要一起扛啦，要搬家去要 OK， 没有人还是要一起搬的。我们爸爸是女孩子把男孩子这样养。我爸爸 ，our dad raised us like boys, like sons. 再生的原木家具是福祥二手家具店的主要产品之一。店里聘有多位全职木匠师傅，无论是老旧的还是破损的物品，都能赋予新面貌。杜月莹接手父亲的业务工作后，原本和爸爸合作多年的厂家也由他来接洽。阿雄，哎 ，Hello。你来看你的东西啊？哈，所以我现在主要的负责采购、管理公司，然后也有负责，好像有一些物品，要怎么样去复兴、迎合现在的市场可以卖，我就会帮忙这一方面的工作了。女儿月莹刚加入公司时，父女俩经常因为意见不合，导致争执冲突不断。以前我在公司我是一把手，我讲的是算的。现在一个女儿进来，当然多一个口。哦，那时我们的冲突很多，我们一起会吵架啊、哭啊、喊啊。一天跑2次出去的，明天又跑2次出去。哎呀，我说这样不对，那个公司如果这样很乱。可以说天天都吵架，天天都流眼泪。我做父亲的也是压力辛苦，也是不用紧，放下。开始学方向，那时啊，大学出来，2011年血气方刚，哇，就这样充满了活力，然后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相差很远，因为他受过大专教育，我是中学，我不说很好，但是至少我懂得怎样去处理。有时我在他面前，在工人面前这样喊老板，你讲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他现在发脾气，他头脑有毛病，要远离他。我跟员工一向呢，他们跟我这么久，我们至少建立一个老板跟工人之间的感情在那边。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刚刚进来，他可能会做错就要给我人。我说不是这样做法的，因为一些员工他没有受教育，他是有很好的人格品格，
我觉得我自己太没有耐性，很像，因为改变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说很像马上就可以改变的。因为你现在不是改变一个人，是一个团队，一个整个公司是需要去规划，然后去想去怎么样去改变的。所以可能我自己很没有耐性的当了，对吗？就发生了一些冲突了。生气的时候口气特别大了，我滚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讲了，但是当要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不是这样做事情。所以赶快做了，别吐了。他们现在有很多知识，但是经验有的还不够。父女之间的摩擦，妈妈看在眼里。她在家中扮演的是先生和孩子关系的润滑剂。在公司里，妈妈为自己找来一项任务，每天定时给店面外头的花花草草浇水，让周围充满生机。看似不起眼的角色，却能以柔克刚，浇熄一场场父女间的战火。我太太每次讲，如果你一直吵架去，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 IQ、EQ 等于0的时候，话就乱讲。我太太讲，你们要好，就是要带头拿走，坐下来谈，大家交流一下。我们要放下，要包容这些意见，这样你才会以退为进，走上前面一步。当然大家有意见的嘛，但是我们妇女都没有隔夜仇，马上解决。烦什么啊？人之所以快乐，并不是得到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。家庭有纷争，孩子会迷惘。身为妻子和母亲，在家庭成员情绪低迷时，总会伴随在身旁。渡江老三燕莹心里烦恼时，妈妈还曾经把自己的感受写成文字和她分享。日子久了，母女俩也建立互信互敬的情感。大女儿月莹说，她们父女之间熟知对方脾气，争执之后总能够彼此互相体谅。父亲是以旧货回收为业，年轻的第二代内心深处是否曾经也有过纠结？我有一天我就跟我爸爸去探访他以前的一个老同行，这老同行就问我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Karang Guni可以做吗？这样辛苦。当时那个字眼Karang Guni是非常有一点贬低的一种行业，对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一句，我爸爸用Karang Guni的钱养大我们4个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做？杜爸爸不曾隐瞒自己经历过的辛苦日子，这无形中也成了一家人共同努力的凝聚力。福祥本来在90年代我们开始不错，但是那一段时间在97到98年那个金融风暴，把福祥拉下最低谷，也是最沉重的，因为福祥的全部的胜利给这个金融风暴拉垮，那时候是真的一种考验的大考验。为什么我们福祥损失200万的资金、货物、人力，而且我要卖掉屋子搬走，那时真的没有钱了，真的很可怜。每个月利息要10多20千，利息而已。这个手头很紧，最高峰应该是1998年、1999年的时候啊，一定金融风暴那个影响了我们福祥整个Karang Guni的事业。在1997年刚生我妹妹的时候，一定她有跟你讲那个故事吗？就是要买牛奶粉啊，就没有钱这种东西，就是讲咯。有时好像我们拖欠，像租金啊，人家就会打电话来 ，Hello， 學兄，那个 check 好了没有？哇，那个真的是，就是很像你有10个桶，可能就有3个盖就盖来盖去，盖来盖去啦，就不懂，就可以怀疑自己，这个选择是对的吗？我这样执着于福祥是对的选择吗？
价值连城，也可以有价无市。杜爸爸有一个自我放逐的私人空间，心烦的时候，他会一个人躲进他的古物堆里沉淀心情。几十年来，他看到一些喜欢或者稀有的古董家具和古物，就私自收藏起来。经年累月，物品累积越来越多，也成了女儿的隐忧。我来到的时候已经是2000多年了嘛，那时是还 OK， 不是说非常富有，但是就是盖来盖去啦，没有一个真正的规划或模式去想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公司赚钱。有些东西我要买，他不要买，做这些东西买了就全力压住了。我说，以长远的眼光看，这个是有投资价值了。我个性啊，其实是有时有点 skeptical， 有点悲观。Are you sure this can work? Are you sure this can work? 所以包括我爸爸就讲 ，I'm sure， 就是来这个一定可以的。我说哇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我认为这个是难得的机会，但是公司只有这些钱要再走走。可是我在想哇，在心里在交际的时候，我说我要，为什么你不要跟我买？可是我们口气啊，要大一点就来了，问题就来了。我觉得我的个性啊，我爸爸每次讲我像他，当我好像升起怒火、无名怒火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以前就像你这样。”我现在学会说，如果我做错了，来，我请你们吃一餐，怎么都和好了，因为家和万事兴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家里人团结，我们的前途就会更好。吃饭呀，我们肚子很饿哎，肚子非常饿。午餐时间，三姐妹许多时候会在办公室吃妈妈一早下厨准备的饭盒。即使公司生意早已上了轨道，杜家却坚持谨慎花钱，爱物惜物。这是杜家孩子们从小培养起来的生活态度。其实我们的玩具是根本不用买的。因为我爸爸收干姑尼嘛，有玩具，所以我们每次玩的都是很像人家玩过的玩具哦，也是觉得很好玩。虽然是人家不要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。言教身教，杜家爸爸妈妈待人处事的生活态度影响了下一代。我会形容我和我爸爸的相处像 Tom 和 Jerry 这样，所以我是比较调皮。杜爸爸和孩子的相处，随着孩子的个性，人人不尽相同，自成一套。小时候不是打，我们是用吓他们。你再坏蛋了，我就打你。是我以前呢就是藤条，我哪有藤条混你呀？我 OK 啦，我没有很调皮啦。我跟我妹妹小朋友都最容易吵架，最容易被打。忘记了啦，他忘记了我们的手要这样伸出来的，我跟我妹妹也要伸出来的。他们会提出要求的，我让我的孩子开门，你不开我打你。我说如果他们跟你讨要求，如果开门你又会打我吗？我说我不会打你，不会打你。他真的开门，你就不要打他了，不可以打他。我那时候妹妹真的是比较调皮，所以她真的很大个，会把全部藤条藏在那个橱的后面，爸爸就拿不到那个藤条，所以我妹妹会跑进那个房间，然后爸爸会把那个藤条放在那个门的缝，然后这样，因为抓不到他。我说不打他就不打他，你再打他就问题就来了。他说不是。到我弟弟的年代就没有，因为那时就不流行打孩子了。现在是以前是有打孩子，现在不可以打孩子了。他们说念啊，常念。我妈妈比较会念。小事要体谅，大事要商量，尊重对方，你信任对方，不争对错了。家和万事兴咯，就是你争的话，你争对了道理，但是你输了感情，不值得。他会讲对咯，以和为贵咯，以退为进。他每次讲以退为进。
他真的是每次讲以退为进，我们要以退为进，不管是做工还是什么啊，家庭 ，which I think is true， 以退为进。以和为贵啊，礼义廉耻啊，天道酬勤啦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会念的，哎，以前呢，我们福祥是讲辛苦的哈，哎呀，又在讲了，又在讲了，但是要每天念。我们吃过苦的，要重播，每年重播一次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因为提醒他，不是要练他。杜爸爸教育孩子，自诩像放风筝般收放自如，过度放纵或者偏激都不好。家我是要温暖的，这种东西是身外物来的。我说跟孩子讲我们是有缘现在做，我是做你的父母，你们是做我的孩子，下一次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人会离开的，这东西不能带走一草一木的。我说要留到美好的回忆，我要我们一个家庭就是这样要传承下去，传承下去，给下一代做对的东西。我会以一盏灯哦来形容我爸爸妈妈，照亮了我咯。他们真的是我心中温暖。我觉得我的父母像一棵树，很像避风港这样。家就像一个家常菜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很好吃，就是你吃的时候啊非常温暖。但是家常菜哦不用大鱼大肉，但是我看也是要耕耘的。很想哭。家对我来说像一个好像一个游乐场这样，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的游戏，孩子有孩子的游戏，大家高高兴兴的。哎呦，真的是不同咯！我们这一个年代和他们这个年代真的是不同啊。